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一个新西兰人在自家车库里造火箭，没有名校背景，没有硅谷人脉，没有亿万家产。20年后，他的公司单日暴涨29%，市值突破400亿美元，整个太空板块跟着他一起起飞。Firefly 涨了20%，Intuitive Machines 涨了20%，Redwire 涨了19%。他叫 Peter Beck， 他的公司叫 Rocket Lab， 代码 2KLB， 目前股价大约107美元。他可能是伊朗马斯克之外太空行业最重要的创业者，而且跟马斯克不同的是，你可以在纳斯达克上买到他的股票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Beck 的故事要从新西兰南岛的因夫卡吉尔讲起，那是新西兰最南端的城市，人口只有5万多。Beck 没有上过大学，他从小痴迷火箭，10几岁的时候就在自家后院发射自制火箭。高中毕业后，他进了一家工程公司当学徒，白天做精密机械加工，晚上在车库里研究推进系统。2006年，他创办了 Rocket Lab， 目标只有一个，造一枚能把小型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。当时全世界没有人相信一个新西兰人能在太空行业里做出任何名堂。SpaceX 已经拿到了 NASA 的合同，蓝色起源有贝索斯的无限资金。Beck 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车库和一个疯狂的想法。2009年 Rocket Lab 成为南半球第一家把火箭送上太空的私人公司。虽然只是一枚探空火箭，飞了100多公里就掉下来了，但这是一个证明。Beck 证明了自己不是在做梦。新西兰政府注意到了他，开始提供小额资助。Khosla Ventures 是第一个给他开支票的硅谷风投，投了500万美元。2013年，他把公司搬到了美国，在加州长滩设立了总部。2017年，第一枚 Electron 火箭从新西兰的马西亚半岛发射升空，这是全球第一枚使用电池驱动涡轮泵的轨道火箭，也是第一枚使用 3D 打印发动机的商业火箭。Beck 用碳复合材料做火箭外壳，比传统的铝合金轻了40%。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Rutherford 用电池驱动涡轮泵，而不是传统的燃气发生器，结构更简单，制造成本更低。这些创新不是一夜之间想出来的，而是 Beck 在车库里一个零件一个零件试出来的。Electron 很小，只能送300公斤的载荷到太阳同步轨道，跟 SpaceX 的猎鹰9号比，就像是一辆 Smart 跟一辆卡车。但 Beck 的策略不是跟 SpaceX 硬碰硬，而是做 SpaceX 不愿意做的小活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颗100公斤的卫星，你可以等 SpaceX 的拼车发射，跟几十颗其他卫星一起上去，但你没法选轨道和时间。或者你可以找 Rocket Lab， 花750万美元买一枚专属的 Electron， 想去哪个轨道就去哪个。对于军事卫星和侦察任务来说，这种灵活性比省钱重要得多。这就是 Beck 在 SpaceX 的阴影下找到的生存空间。到目前为止， Electron 已经成功发射了超过60次，发射成功率超过95%。它是全球发射频率第2高的火箭，仅次于 SpaceX 的猎鹰9号。但 Beck 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2020年，他做了一个关键决定，把 Rocket Lab 从一家纯火箭公司变成一家端到端的太空公司。他收购了卫星部件制造商、太空电子设备商、激光通信公司和太空机器人公司。Beck 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：当全世界最挑剔的太空组织需要任务成功的时候，他们选择 Rocket Lab。 现在看刚发布的第1季度财报，这份成绩单是 Rocket Lab 上市以来最强的，收入2亿030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 63.5%， 创了历史记录。华尔街预期只有1亿9000万，超了 5%， 调整后毛利率 43%， 超出指引上限。去年同期只有 33%， 一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。调整后每股亏损 0.02 美元，预期亏损 0.04， 亏损在收窄。
但最让市场兴奋的不是过去的数字，而是未来的管线。总积压订单2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08%，翻了1倍多，环比增长20%。其中发射业务占41.5%，太空系统占58.5%。单季度签了31份 Electron 和 HASTE 发射合同，创了季度纪录。发射积压订单现在包含70枚 Electron 任务。HASTE 超音速测试发射的积压订单达到了1亿9千万美元，占总发射积压订单的将近1/3。然后是那份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合同。拜克宣布签下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份发射合同。一个保密客户预定了5枚 Neutron 火箭和3枚 Electron， 从2026年到2029年。拜克说定价跟商业费率完全一致，没有打折。这说明客户对 Neutron 的信心已经强到愿意在首飞之前就下大额订单。拜克被问到 Neutron 的需求时说了一句话：需求不是我担心的事情之一。Neutron 的发射排期正在快速填满，一直排到10年末。Neutron 是 Rocket Lab 的下一代中型火箭，比 Electron 大得多，能送13吨载荷到近地轨道，它是可回收的。第一级火箭可以降落在一艘叫做 Return on Investment 的海上平台上。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拜克的风格，回报率。一艘专门用来回收火箭的船被命名为投资回报率。这种黑色幽默在太空行业里很少见，但拜克一直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品牌跟 SpaceX 形成差异化。SpaceX 的2艘回收船叫做当然我仍然爱你和请阅读使用说明。拜克的船叫投资回报率，一个浪漫，一个务实。整流罩采用了一个叫做 Hungry Hippo 的设计，像河马张嘴一样打开和关闭，可以反复使用。拜克说，计划在 Neutron 首飞的时候就尝试载入和软着水，如果数据满意，第2次飞行就尝试在海上平台着陆。这个时间表非常激进。Neutron 今年1月在测试中出的一些问题，导致进度延后。但拜克在电话会上表现得非常自信，说关键测试节点正在按计划推进。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国防业务。Rocket Lab 跟雷神公司一起被选中为美国太空军的天基拦截器项目做技术验证。这个项目叫做 Golden Dome， 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下一代核心。首席财务官 Spice 说，这个项目的潜在规模非常大，但目前能披露的细节有限。HASTE 超音速测试平台也在加速。Anduril 刚刚签了3000万美元的3次 HASTE 发射合同。五角大楼对超音速武器的需求极其迫切，而 Rocket Lab 是目前唯一能提供这种测试发射服务的商业公司。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在跟中俄展开超音速武器竞赛。要测试超音速武器，你需要一枚火箭把测试飞行器加速到5倍音速以上。HASTE 就是干这个的。这个市场以前完全被国防承包商垄断， Beck 用商业价格切了进来。Beck 还宣布收购了 Motive Space Systems， 一家做太空机器人和运动控制系统的加州公司。Motive 的技术被用在了 NASA 的火星毅力号探测车上，包括毅力号的机械臂和摄像头系统。同时 Mynaric 的收购让 Rocket Lab 在欧洲建立了运营基地，可以直接接欧盟和德国政府的太空合同。Beck 在电话会上称，这是公司国际化扩张的重要一步。这意味着 Rocket Lab 现在拥有了从火箭能发动机到卫星平台到太空机器人的完整技术栈。下季度指引更让人震惊，收入2亿2500万到2亿4000万美元，中值2亿3250万，华尔街预期只有2亿0760万，超了12%。更关键的是，管理层首次给出了正的调整后息税折旧前利润指引，2000万到2600万美元。华尔街预期是亏损1500万，从亏损变成盈利，这是一个质变信号。Spice 说，36%的积压订单预计在未来12个月转化为收入，剩余部分是多年期大合同。跟 SpaceX 比一下
SpaceX 估值17500亿美元，年收入大约400亿。Rocket Lab 市值400亿，年收入不到10亿。SpaceX 的体量是 Rocket Lab 的40倍，但 SpaceX 是私人公司，普通投资者买不到。Rocket Lab 是唯一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型纯太空公司。想压住太空产业但买不到 SpaceX 的投资者， Rocket Lab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，这也是它的估值一直偏高的原因之一。但两家公司的定类有本质区别。SpaceX 做的是大型运输，把几十吨的东西送到太空。Rocket Lab 做的是太空基础设施，不只是送东西上去，还要在太空里造东西。DAC 的终极目标是拥有自己的卫星星座，自己发射，自己制造，自己运营，从卖铲子变成自己挖金矿。风险方面，第一 ，Neutron 首飞的不确定性，火箭首飞失败在行业里很常见。SpaceX 的星舰前几次也炸了，如果 Neutron 首飞失败，股价可能会剧烈波动。第二，仍在亏损，虽然亏损在收窄，但下季度才首次指引正的息税折旧前利润，距离真正盈利还有距离。第三，内部人卖股票。Beck 和首席财务官 Spice 在3月份以66到7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大量股票，没有任何公开市场买入。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偏积极，15个覆盖的分析师里，3个强烈推荐，9个推荐，5个中性。TD Cowen 把目标价从90调到了120， Craig Helen 从持有升级为买入，目标价98，平均目标价大约88美元，低于当前股价。这说明近期的涨幅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分析师的预期。Beck 在电话会开头说了一段话，值得仔细品味。他说 Rocket Lab 不只是一家火箭公司，我们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端到端太空公司之一。发射只是起点，卫星平台、太空电子、激光通信、机器人、推进系统，我们在6年内构建了一个覆盖整个太空价值链的技术站。他近期还推出了自研的电力推进引擎 Gauss， 生产线已经建好了200台的年产能。卫星星座运营商需要成百上千台推进引擎，这种需求以前要从外部采购，现在 Rocket Lab 可以自己供应。Beck 在2023年因为对航空航天产业的贡献被新西兰政府封为爵士。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新西兰人在自家车库里开始的梦想，现在变成了一个400亿美元的太空帝国。全球太空经济预计在2030年达到1万亿美元，从卫星互联网到导弹防御，到太空旅游，到地球观测，每一个赛道都需要有人把东西送上去，有人在太空里造东西。SpaceX 改变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方式， Rocket Lab 正在改变人类利用太空的方式，这两件事可能同样重要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